针对近期引发半岛局势陡然紧张的无人机渗透平壤事件，朝鲜方面对坠落的无人机残骸进行了拆解和分析后，27号公布了最终调查结果，认定韩方无人机入侵目的是空投反朝宣传单，挑衅行为的肇事者是韩国军方。而韩国军方表示，若朝鲜无人机渗透到了韩国境内，韩军将采取相应措施。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27号发布了韩国无人机渗透进入平壤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由朝鲜国防省和国家保卫省等相关专业机关组建侦察联合工作组，对坠落的无人机残骸飞行操纵模块进行了拆卸后，全面分析了飞行计划和飞行历史记录数据，最终认定这架无人机系韩国军方有意操纵，进入朝鲜的目的是空投反朝宣传单。发言人警告，如韩方再次犯下侵犯朝鲜主权的行为，朝方将毫不留情地行动。收集的证据资料里，包括从2023年6月5号至2024年10月8号由韩方制定的238个飞行计划和飞行历史记录，其中除了2024年10月8号以外的数据，都是这架无人机在韩国领域内飞行过的数据。此外，无人机里还记载了反朝宣传单空投计划和空投历史记录。实际上，早在10天前，朝鲜国防省已经发布了坠毁无人机的残骸照片。从其机体外形及下部原封不动地附着传单散布筒来看，朝方当时初步判定这架无人机很可能是对平壤市中心投放传单的无人机。这次公布的新证据则进一步进行了证实。深圳卫视注意到，朝中社随文发布了5张图片，前2张分别是坠毁无人机的计划线路图和10月8号当天的实际飞行线路图，第3、4张则是该无人机当天途经的具体坐标点、高度和地名。图片上的信息显示，无人机从白领岛起飞，经过黄海南道长渊郡和礁岛周边海域，飞到南曹鸭岛周边海上后变更航线，经朝鲜重要的贸易港口南浦市千里马区上空渗透到朝鲜首都上空。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国防省专门在第5张图片中列明，韩方无人机于9号1时32分8秒在朝鲜外务省大楼和胜利地铁站中间上空，1时35分11秒在朝鲜国防省大楼上空空投了反朝宣传单。图片还显示，飞越朝鲜国防省时，这架无人机离地高度仅为321米。整个飞行过程，我个人看法应该是成控。因为这个无人机个头不大，也没有这个卫星通信天线，远距离遥控的话很难做到。比如说用地面电台控制的话，也就是100-200公里的这个范围，要想再飞远一点，可能就失联了。那么朝鲜方面最终的检测结果大概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成控的话都是有记录的，因为事先你要把程序输进去，它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飞行，甚至连空投点它已经都设置好了。这样的一架无人机在夜间飞入平壤上空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按照原本的飞行计划，韩方无人机完成在平壤的任务后，原本将返回白领岛，但最终在平壤兄弟山区西浦一栋第76居民班地区坠毁。值得一提的是，面积仅为46平方公里的白领岛，位于朝鲜和韩国北方分界线附近，距离朝鲜黄海道仅有10公里，距离韩国仁川市中心也只有193公里。因极具军事战略性，该岛也被视为朝韩争议岛屿。韩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还曾斥资42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亿元，在白领岛进行公共海域填埋工作。计划将这座小岛建设成韩国海军的前沿基地。针对朝鲜宣布渗透至平壤的无人机为韩军方所属，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无法予以核实。早前该国国防部也表示，针对朝鲜的单方面主张并无确认及反驳的价值。韩国的不回应态度引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的冷嘲热讽。他于28号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称，如果是首尔市上空出现来路不明的无人机，空投指责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传单，而朝鲜方面也完全不回应，不知韩方作何感受。观察认为，尽管韩国方面没有证实无人机所属，但从朝鲜公布的照片来看，坠落平壤的无人机外形与韩国此前阅兵式上展示的远程侦察用小型无人机几乎一模一样。
该机是韩国星宇工程公司在阿尔戈斯垂直起降无人机基础上研制而来的固定翼无人机，采用后掠式上单翼，翼间安装了稳定垂直翼面，机身后方配备一台航空活塞发动机，最大续航时间为4小时，飞行距离约为400公里。机头下方配备光电设备，可执行侦察和监视任务。韩国防卫事业厅在2020年曾进行快速飞行器采购项目的征集，采购了一批该型无人机，装备于韩国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从外形看呢，它个头不太大，采用一台活塞式发动机，而且是推进式的活塞发动机。一般来讲，如果它是侦察机，应该有摄像装置或者照相装置。机翼呢，采用了带一点后掠翼的方案，留空时间我估计7、8个小时是没问题的。从韩国的某一点起飞，飞到朝鲜境内执行完任务再飞回去，这个时间航程应该都够。无人机渗透平壤事件背后，韩国无人机领域的发展也引发外界关注。韩国的军用无人机严格按照上世纪90年代韩国国防部提出的3步走战略发展，也就是先研制出满足炮兵目标指示、军队进程侦察和边境监视的小型战术无人侦察机，再研制出类似美国捕食者的长航时中型无人侦察机。第3步是购买或研制类似全球鹰战略无人侦察机，以实现在2020年前后建成体系完整的无人机打击体系。2002年10月，韩国在3步走战略基础上又提出无人机总体发展计划，确定将轻转翼侦察无人机、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和隐身无人机作为主要发展机型。